谢宜容到底是谁的人？为什么他的背景这么硬哦？现在大家都在爬书，包括我们看到的劳发署署长蔡孟良哦，据说也是他的靠山哦，因为非常的维护他。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王安邦，他是谁？他是过去劳动部的次长。今年2月份，其实已经有检举信拿到他的手上了，所以他有去约谈谢宜容哦。据说最后谢宜容啊不动如山，王安邦人走了耶，他离职了耶。那我们看到许明春昨天终于出来说话了，他说我不知道这件事啊，我也是看到媒体的这个报道才知道啊，而且我根本不知道王安邦去跟他会谈，我都不知呀哦，基层非常的不满哦。我们看到呢，有人匿名就说劳动部内部都知道许明春是谢宜容的靠山，你现在在切割，你也不厚道啊，他就是你的爱将啊，因为他是空降的嘛，他也是破格被录取的嘛哦。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林淑芬，因为他是劳权的嘛，他就说这个谢宜容就是他的这个直属长官蔡孟良来给他这个灌出来的，还有包括许传胜哦，劳动部次长也是哦，以及许明春这3个人。惯出来的、宠出来的哦，都是他的好朋友，这些人都是他的靠山，所以他才会这么嚣张。现在出大事了，大家互相切割哦。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哦，这3个人，他点名这3个人，通通都要负责。而另外呢，他还呛了这个许明春说，许明春在案发之后态度冷淡哦。老实说啊，你担任部长就相当不认真了，还想要担任市长。许明春想要选高雄市市长，你不用想了。好，他直接洪淑芬直接讲说你不用想了哦。那另外呢，这个许明春现在当然也被大家来这个针对哦。我们看到许明春他是局系的大将，现在陈局哦也被外界点名，你的这个相关派系的人在各地作威作福，你都不知道吗？我们来看看。他心性高昂，心性骄傲，他仍然在那里死不认错。整个署的署长。还有上到整个部里面的次长都是他的靠山。毕竟早在今年2月，时任次长王安邦就曾启动内部调查，甚至约谈谢宜容，事后却不了了之，还疑似被请辞。这件事情他没有往上呈报，记得他好像是9月才离开劳动部了，因为这件事情离职我不晓得。卖力鼓掌，双手疯狂比赞，时常陪同时任部长许明春出席活动的谢宜容，过去升迁，即便没有组长历练，仍被升至科长职位，随后被推荐进入许明春办公室担任秘书，后任专委，没有当过副分署长，并在2023年2月出现在分署长提名名单里面。组长有吗？没有。副署长有吗？没有。那为什么这样子可以破格任用？不过，对于局系人马一说，陈局其实核心幕僚陈琼华就说，漫天编剧都是没事实的指控，请提供一丁点文件证明2人关系，并且武默强调陈局不认识他。那时候就是署长，那时候署长是蔡孟良，他就是想说，有一波调动，说明说啊，他大概要升这5个分署的一个调动怎么处理。那时候他就是有提到说，这个谢宜容，谁是谁的人马，众目睽睽之下，各说各话。好，现在各说各话。可是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林淑芬怎么讲。他说官真败坏，是因为这一伙人平常吃喝玩乐、喝酒都在一起。讲的是谁？讲的是谢宜容跟蔡孟良啦、许传胜啦、许明春啦这些人。吃饭在一起，唱歌也在一起。许明春非常爱带部属出去吃饭、喝酒，办公室里头还有厨房。我没有听过办公室有厨房，我听过办公室里面有床啊，可以休息哦。不止一间。这林淑芬讲的哦，不是我讲的哦，而且就是到许明春哦，这个现在出事了哦，急切割啊，他非常的不认同。来，先请教乃菁。他这个事件整体反映出来的我们看到劳动部的事情，然后还有海科馆的馆长的问题。还有卫福部的副署长的问题等等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呢，他从2000年到现在，他的执政呢即将迈入第17年然后民进党呢，他在一开始的执政初期的时候呢，因为他缺乏这些政务人才更何况呢，他更缺乏基层的事务官，是属于民进党团队，一开始之后几乎是没有嘛。所以民进党一开始的时候呢，在陈水扁那个任期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那时候就有什么的次长监军团队，就次长呢才真正的是民进党的骨干。
然后他以此来培养，然后随着他的执政时间越长，他就在整个公务体系里面呢，就培养那些低阶，然后到中阶的这些事务官，而这些事务官呢，经过他们不次拔擢之后呢，就成为民进党呢核心的力量。他们不管在选举的时候，在平常业务推动的时候呢，都扮演很关键的角色。拿到权力的时候呢，就分配资源，然后豢养这些民进党的相关的这些的利益团体。从劳动部到卫福部到教育部这个海科馆，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这些呢霸凌员工的，他们都是属于事务官阶层他们都是属于文官体系的人可是他们后台呢硬到不得了。我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办法想象说，这样谢宜容他的背后也不过就是个陈菊，也不过就是个许明春，他怎么可以哪来的这么大的胆气？当院长、总统都道歉的时候，他今天还在被逼着出来道歉，他凭什么呀？他怎么可以有这样子？他怎么敢这样子做啊？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背后呢，在过去呢豢养这个共犯结构呢，使得整个体系里面的人是噤若寒蝉。卫福部的这位副署长陈亮瑜说，他的父亲呢是赖清德彰化竞选总部的主委，他的妈妈呢是信赖之友会的会长。然后他在署里面呢，在卫福部里面呢，就作威作福，说平常的时候呢，就那边讲八卦然后不搞正事，然后也是24小时呢赖 uncle， 然后海科馆的馆长呢，据说是林右昌的心腹的爱将，然后在里面呢，不但霸凌同事，还把那个标案呢给他自己的2个儿子。他们凭什么有这么大的觉得说没有人能够奈何得了我？而且这些人呢，并不是没有人检举是有人检举然后系统呢整体的就这样子纵容他们。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呢执政到现在进入第17年的时候呢，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的事件，大家看不到这个毒瘤呢侵蚀我们的文官系统有多严重。何佩珊说，他是第一次进入到公务系统的部门，他呢感受到了，就文官系统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平庸的邪恶，对不对？邪恶的不是文官是你们豢养出来的这个毒瘤在侵蚀我们的文官系统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说呢，在这次的事件里面呢，只处理了谢宜容，然后就希望把这个事情呢掩盖过去的话，我们的文官体系照样的被腐蚀，而这些人呢，夹着他们的后台的大老板一样作威作福。好，一位公务员之死，没有人是局外人。观众朋友，这个局一语双关，没有人是局外人。现在这个火烧到了监察院院长陈菊的头上了。来。其实我觉得霸凌的案件，大家讨论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每个人其实都非常的感同身受。其实自从我开始当台北市议员之后，也曾经呢接触过几个霸凌的案件的申诉，不管是在民间的或公部门或学校的。那我觉得整体以来都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其实我觉得当事人真的是非常的无力。虽然可能进入到了机制里面去讨论、去了解了，可是最后能够来解决方法的，通常如果是公部门的话，都是用调职的方式来处理。那如果是私人部门的话，很多就是直接离职，就是直接离开了。然后离开后，觉得可能有一些心不甘情不愿，但后来可能也都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在学校里面，其实很多的同学遇到了，最后也都是用转学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在整个霸凌体系，尤其是公务体系里面遇到的问题，我们都说这个不是冰山一角。一个出去之后，现在我们看到更多了，不只是社会局的案子，现在卫福部也有，那现在甚至连台北市政府也有。我曾经在上个会期的时候也有揭发说，北艺也有霸凌相关的案件。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整个的公务体系里面有非常多可以检讨的地方。像其实呢，就赖清德他发表了道歉声明之外呢，他也有讲到一点，就是工时太长或者是缺工等等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公务体系在跟公务员他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都发现其实不只是中央啦，连台北市也很多的部门，其实公务员都是聘不满的。那当然工时就很长，因为你聘不满的状况之下，大家要做的事情就更多。那你在工时长，如果主管呢又遇到一个比较真的是讨人厌的主管，或是比较要求严格的主管，
管，你可能就面临到更多的很严苛的状况。所以这整个的问题要怎么样子一一来解决？可能在我们的相关的公务人员的保障法、服务法，甚至到考绩法，我们要怎么让不适任的公务员来淘汰？我觉得这都是要考虑的。谢宜容的案子就是他后来在这个调查报告发表了之后，后来才说要把它记2大过。那其实公务员记2大过在考绩法里面，你还必须要给当事人陈述的机会耶。这其实就是也是大家会来疑惑的问题。那一个公务员有那么容易让他离开吗？所以为什么那时候调查报告会要官官相护的用这么轻的方式来处理呢？因为大家可能都是在这个系统这样子出来的，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是不是要避重就轻来处理？我觉得这是非常多的公部门的遇到状况，没有人会希望看到这样的状况在发生。而且说实在，再说回来，其实呢，何佩珊部长已经是现在赖清德政府上台以来第2个下来的部长了。我们也真的希望说，我也不希望再看到我们行政部会、行政部门里面有这样子的事情在发生，因为这样其实部长损落速度真的快了。我们希望中央政府真的好好的来整顿，我们不希望看到相关的事情再次发生。我插一个，我刚刚看到那个谢宜容道歉，然后鞠躬。那现在流行的道歉的鞠躬，包括不久阿伯的鞠躬也一样，都很深很深，而且深到大家说怎么这么久，然后才起来。但是谢宜容今天那个道歉也是鞠躬的角度也是很深，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我希望是我看错呢，还是他真的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回去请心理学家研究一下。他鞠完躬以后抬起来的时候，他的角度是后仰的。我觉得没有人道歉，深度鞠躬，然后起身的时候角度是后仰的，他是后仰。你觉得那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觉得其中有很奇怪的意涵。我其实有一点，我可以猜测啦，但是因为我不是专家啦，去问问看。这个道完歉，角度后仰是一个很奇怪的动作。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6款。好，霸凌在各个场域都可能出现，包括在学校，包括在职场哦。只是这一次出现在我们的公务体系，所以大家在检讨公务员上班的场域里头霸凌的现象。于是检举函很多的事件雪片般飞来。现在民意代表揭露的是海科馆在基隆，还有卫福部以及台北市的社会局。我们来看看，主要是因为看到劳动部那位同仁的陨落，我觉得很伤心，觉得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控诉被长官霸凌，北市社会哥身障同仁勇敢站出来。我们希望任何潜在的同仁，我希望任何潜在的霸凌的受害者、霸凌共犯结构的受害者，你们可以觉得你们不是孤单的。同仁指控科内长官长期霸凌，还不时被恐吓。那个公文就直接啪放在你桌上了，就让你心生畏惧，动不动就说要把我们送考机会，动不动就会出现摔公文，动不动就会出现说你去抗议啊，你要怎么抗议？你想跟谁抗议？同仁们想要向外申诉，却只能跟局内主管说，但说了一样被漠视。在上一层，长官反映说，长官就是双手一摊说我不敢，我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我反映说，那这样子会导致违法的情况，不要讲法律，我们听不懂法律。他也很凶，我也没办法，我也管不住。我的陈情案被劳动局直接退回给社会局，然后社会局连一层长官都不知道。而且霸凌的状况已经不是短时间，每天都觉得头很眼花，然后压力很大，在高压的环境下，每天都觉得神经系统快要崩坏了。对此，社会局表示，15号已接到同仁检举，将启动霸凌相关调查。事情都不是事情，是这个意思？对，就我而言。公部门霸凌事件频传，政府急忙补破网，只盼能尽速接住每一位受害者。好，你刚刚听到的是台北市社会局有员工出面也来检举说我被霸凌。
我科长霸凌我，我的股长霸凌我，他的上司霸凌，然后这个科长失控咆哮，好，员工说我来上班跟去地狱一样，每天都好痛苦哦。那另外我们看到基隆的海科馆的馆长也被控诉霸凌，好，内部报告好找吹哨者是谁，有人检举，他去找是谁检举的，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很可怕哦，而且更有甚者，刚刚这个我们来宾也讲了哦，这个据说这个海科馆的馆长他是林佑昌的子弟兵哦，把标案他叫陈素芬呐哦，他把标案给自己的小孩哦，而且安插自己的小孩在相关的这个机构里面上班，连小孩的女朋友都可以来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哦，变成这样的情况哦，这个都是有人具名检举的。另外我们看到卫福部一样有皇亲国戚在那边做土皇帝，也不批公文，一天到晚骂人讲八卦，好多这样的事情啊。来，先讲霸凌的事件，老实说不分蓝绿，没有党派，也不分地方中央，不分各局处，有事情发生了就马上来处理。而且我也强烈的呼吁被霸凌的人，你不要害怕，勇于的讲出来，把你的一些困扰跟长官讲。我相信以现在的状况，一定可以给你得到一个基本的一个回应啦。现在霸凌非常多嘛，你说台北市的社会局也发生了，然后好像北分署也有其他的约聘雇陈情说被霸凌，然后卫福部也说被霸凌，还有公务员的民众在劳动部大门口贴字条啊，他说我是公务员，我想好好活着，来抒发情绪。这些状况我觉得真的要重视，让我们的基层同仁在地方上能够安心的上班，好好的上班，我觉得是最基本的条件啊，不要连这个都剥夺了。当然我知道很多长官们也许会有一些业务上的压力，或者什么等等的一些工作的压力，但如何转化心情，从所谓的员工变成主管职，该怎么去应对？我觉得不管中央跟地方，应该开个课啊，来教导一下。毕竟人与人的沟通非常重要，常常有些说的话没有恶意，但听起来不舒服的时候，会造成不好的结果。但问题是，现在为什么这次劳动部的状况会烧得这么大？我个人认为是整个劳动部的高层变成一个共犯的结构跟集团啊。刚刚我们一直讲到谢宜荣啊，任内走了81个人，包括了10多名的主管职，然后主管约谈他之后离职了走人的是主管，不是谢宜荣。觉得很夸张，但是有个新闻大家也知道，他的直属长官蔡孟良啊，比他更狂啊，不遑多让啊，2年离职了101人，更夸张。然后呢，在他的这个职场中啊，被人家讲啊，他常常情绪失控，彪骂同仁啊，还要做小学生一样的检查，要卫生管理检查，东西要放整齐，茶水间要怎么摆放，可能还有强迫症的状况。结果在被质询的时候，问他说有没有这种状况，他怎么说？他说没有啊，他没有霸凌，也没有不当管理，就连他的副署长都宁可降职，不愿意留在他的身边。他的回答是因为副署长有家庭因素离开，这是最大的问题。霸凌的人永远不认为他是霸凌，没有病识感啊。对，他不觉得是，就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平时官官相护，然后出问题的时候纷纷切割啊。先是陈全华说陈局不认识谢宜荣，跟他完全无关。接着许明春说他从来没有提拔过谢宜荣啊，都是蔡孟良推荐的。结果被质询的时候，蔡孟良怎么讲？委员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重用谢宜荣？”哇，这个蔡孟良也是老实啊，他停顿几秒，回答说：“我会自我检讨、自我反省。”什么意思？代表他就靠关系才能够让谢宜荣变成这个位置的嘛。所以这种文化、这种错误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把它根除掉，才是最好的方式。其实就像博弈讲的啊。其实霸凌者通常就是仗势嘛，他也会是有个集团的这就是所谓官官相护的结构。那你说，包括说这个谢宜荣，还有包括这个海科馆的陈素芬，你看这些人他就怎样？我举个例子，各位要知道，现在这个时代你如果说真的很嚣张霸凌别人因为现在是很容易被人家搜证的，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录音录影嘛他连录音录影他都不怕，你就知道他觉得自己后台多硬啊！你就想说，以谢宜荣的那个案子来看的话，他是长达1年半的时间呢。你是一个一个霸凌到有人都还跑到台北市政府去，台北市政府都知道从他的手下过去的，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德性，到处霸凌人家。那就这个文化构成了今天这个霸凌的氛围。再来下一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些人会越来越夸张。比方说陈素芬，对不对？海科馆的，他已经不是只是在霸凌员工部属而已啦，他还在干嘛？他还自己在里面去可能涉及贪赃枉法图利了，对不对？你的标案的部分，你的儿子在那个标案，在你今天
被他投标公司里面去上班，那你自己都知道，你不会不知道这中间有利益没回避的问题，不是不知道中间甚至有所谓的贪腐的问题了。是我不太同意罗志强的讲法，为什么呢？这个就像 Me Too 一样啊，本来是淹在水底面下的，现在有人冒出来了，所以当那边一个就冒了很多，这些当然也衍生很多图利啊，那些图利的当然也要查，但是不要让这些衍生出来的旁枝末节的东西搞乱了这个主轴。那我们现在看，大部分这么多的现在纷纷冒出头的这些霸凌的案子，我觉得我们台湾有专家，精神学科的啦，什么科的，社会工作科啊，什么都有啊，好好研究一下。但是呢，我们现在感觉好像霸凌人家的人、被霸凌人之间，好像第一有从属关系，第二有权力关系，因为他管得着你嘛。其实也有例外啊，我坦白告诉你，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就被霸凌了，你知道，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英文叫做 nerd，N-E-R-D， 你知道 nerd 就是很会念书，不会打架，戴着眼镜，厚的眼镜，乖乖那走的。我回家的路上就被2个那个混，他差不多年龄跟我差不多，就是恶棍，他晓得我几点几分要经过他家门口，在那边等了。用脚头给你啃啊！那个时候是不是叫霸凌？是啊，是霸凌啊，很常见，这很常见。那么小，我也不归他管，他就霸凌我。人性本恶啊，就整整霸凌了1年。是，那你都不敢讲哦？啊，我怎么敢讲？我丢脸了，只有赶快跑啊，对不对？所以好好研究，不要说这个一个人当然可恶。但是是很多类似的案子。对啦，霸凌真的无所不在了。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在澳洲有一个16岁的少女，因为网络上被同学霸凌，结果她轻生了。那现在澳洲在研究说，16岁以下以后都不准用网络，这也非常极端呐。可见大家都在想办法要防止这种事情。刚才大佬讲的那个校园霸凌啊，当然是另外一个课题啊。那职场霸凌，特别是在公务体系里面啊，会让民众那么的愤怒，就在于是，因为它牵涉到好几个权力的这种关系，而且特别是呢，现在爆出来的几个重大的案子，都是因为这些人呢，他们仗的是民进党中央执政的背景，哈，有些人呢，甚至于呢，背景呢好到呢是跟总统有直接关联，你就会让其他的在公务体系的人感到，就是我动不了他。我不但呢动不了他呢，甚至于他的长官还要看他的脸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在我们民主选举政权轮替是常态的时候，一个国家呢要能够稳定有序的去发展，其实官僚体系、文官系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环。可是当这个文官系统呢沦为是我们的这些执政的这些高层、这些高官们呢，去豢养他们在各种不同的这个部会行政体系里面的一种像是一种爪牙一样的时候呢，它就是真正的是侵蚀了文官体系的存在，而且它也极度的破坏了我们的升官体制的一种公平性嘛。这才在我今天你这个谢宜容，他能够从9职等弄到11职等，别人要做多少年啊？你们知道那个有多难呐？什么10年、20年，他都不见得能够爬到那个位置。然后凭什么海科馆的馆长他可以这样子3级跳？就凭什么？而且非常的讽刺，这次发生的几个重大的案子，劳动部他是要保障劳工权益的，卫福部新建司心理健康司的市长，那搞什么呀？你们本来就是要去顾及劳工的权益，然后来顾及大家的这种身体健康的，结果你们纷纷出这种状况。教育部，你教育部要的不就是一个公平竞争的体系吗？而且刚才这个梦话讲一个，是最近这2天一直被大家讨论，就是说他在免职他的程序里面，除了刚刚记大过之外，还有你免职的那个程序里面，你没有依照相关的这个规定，这么临时的才找他来做说明，搞不好他会来还有翻案，我真的都高度的怀疑。劳动部，你平常都在处理这些不当解雇的事件，你会连这么重要的一个过程，你会不知道吗？会不会是故意的？也有人这样怀疑，故意留下了一个瑕疵，让他日后可以翻案。好，来，我们进一下广告。你觉得？
金华城案里头的被告朱雅虎刚刚交保了，而且他也是唯一认罪的被告。我们来看看。前鼎越开发的董事长朱雅虎，因为他的假期呢在28号就会到期，检方认为他已经充分答辩，也就是说呢他已经部分认罪，认为他已经没有逃亡或是串证的可能。像院方这边呢是申请200万元交保，而法官呢是没有经过开庭认可检方这个交保金。原则说要55天交保，你有什么话想要说的？你实际上有罪了吗？那你旁边的对象有没有包括柯文哲？不过呢，现在金华城案件进到收网的阶段，被告的命运大不同，也就是被称为柯文哲账房的李文宗呢，他同样也是28号假期就会到期，但是检方认为他还是对案子上面有不明朗的地方，尽管他呢从头到尾都是不认罪的，那检方认为他还是有串证或是逃亡的可能，向法院这边来申请延押。他的延押庭呢，预计26号早上就会先开限制阅卷庭，而下午呢就会来正式开庭。好，你刚刚看到朱雅虎已经交保了，他穿着卫生衣还有夹脚拖哦，看起来有点狼狈哦，在这里现身了。那他回家了。那另外我们看到李文宗，另外一名被告，据说是柯文哲的大账房哦，他也被检方申请延押。那延押的理由是什么呢？说是跟柯文哲的公词歧义哦，有很多这个对不起来的，以及徐子瑜就是那个橘子嘛，大家记得吗？哦，柯文哲的行程秘书人在国外，所以用这2点再继续延押他。哦，那另外我们看到朱雅虎哦拒保停押这件事情，黄帝颖就说他是一个律师啦哦，那他也有很重的这个意识形态，他说这是柯文哲收贿罪致命重击，最重可以判到无期徒刑。讲得很恐怖啊！来，郑宇。我觉得现在媒体办案跟所谓的非当案之律师可以这样左右整个媒体的声量，我觉得真的是莫名其妙啦吼。那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们都尊重他对于这个个案的一些表示跟分享。那我觉得今天现在的案件已经走到现在的状况，我认为啦，不管是民众党或者是我个人，就是勿枉勿重。有证据你就起诉，没证据就放人。那当然，现在目前侦办的状况跟进度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现阶段看起来北检是在做所谓的最后收网。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是最后的收网，还是真的已经无计可施了？因为它时间它有在一定的限度里面，它必须要有一些结果，不然它这么大动作跟这样子从上到下满满的全部所有的，据我了解了哈，柯文哲身边的不管是真正的非常的资深的幕僚，或者是说非常资浅的幕僚，从上到下全部该问的都问过了。那到底现阶段到底是收网，还是说真的我还在想办法各种罗织入罪？我觉得最后还是北检还是你的起诉内容与否，我觉得它还是要必须向社会大众来去说明。这样看起来，可能柯文哲12月底之前就可以，就是北检就会把所有证据收集起来，可能就会进行起诉了。来。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朱雅虎他交保，就算目前他知道了，他都已经讲了。那李文宗跟柯文哲，我觉得不意外，他们两方的讲法一直都不起来，就感觉就是柯文哲想要把东西都推给李文宗。那李文宗一开始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政治线记者会的时候，本来讲说他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到后来被羁押了。那现在他也是呢，就不愿意这样把他都推给柯文哲，我就变成这样，就两方有点陷入了囚徒困境。再加上如果橘子不回来的话，感觉呢他们两个没有那么容易的出来。那目前沈庆金他也没有来承认。那这个案子看起来目前应该是会到12月就侦结。那如果12月侦结的话，大家会问说，那后续可能柯文哲如果他被起诉的话，那他如果没有被继续羁押呢出来了，那他还会是民众党的党主席吗？我觉得大家会问，还是他被起诉了之后呢，就民众党其实有一些规章呢，他会被除名，或者是会有什么处分？这后续呢是会怎么样来操作？我觉得就算在12月被起诉的状况是怎么样，和被起诉之后的民众党，他目前因为柯文哲是被请假的就是被请假党主席的状况嘛，继续来延续。那后来的状况又会怎么样呢？然后他出来之后就完全没事了，继续当党主席吗？可是被起诉了，那这个在民众党里面要怎么处理呢？我们知道说，其实柯文哲对民众党来说非常的重要，是主席。我们甚至大家也都说，也许就是能够支撑民众党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那这个人物在后来能面临到侦结起诉之后会怎么样，也是大家很好奇的啦。所以你们是期待怎么样？就我的意思是，你们期待民众党就
我们当然是觉得对民众党好来说的话，当然如果柯文哲去当党主席，会有更多的疑问，说这样子的人他不用，为什么他可以如此的黄金附体？那都被起诉了，民众党不用做任何的处分吗？可以去当党主席吗？还是就是因为你们都已经让他被请假了2个月了，难道民众党就是要继续这样子的？就算被起诉了，还是继续让柯文哲相信他要继续留在这个政党里面，才对民众党是最好的发展吗？我来补充他的看法。好，因为几天前他们的这个处理应对小组做了这个全票通过的一个决定，就是让他继续请假嘛。那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有2种可能性。一个就是说，这个完全要看柯文哲此刻的柯文哲的心态，他的核心价值11年来是不是做过好几度的转变，而现在决心从良，说我说到这个地步了，不能一人政党也以一人政党来结束，他真的要改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就死来到底。这2个决定，他们那一天整体决策小组只有一个决定，就是要么就是一群烂货，一群烂人，另外一群呢，就是表示一种语忠就是表示就起码我这个语忠的程度要做到底，但是只要这个起诉，只要这个案情有一点眉头，他们就改变了。这2个情形到底是什么？我其实也没有把握，所以我觉得北检如果你有把握，就是不要太求完美，赶快决定，也不要让那个真宇那么为难嘛但所以这个民众党，我觉得现在民众党到了谷底。但是民众党有权利讲话的，其实县市议员都不太有权利他们一共全国有15个县市议员，南部的都不太有名气了，大概就是台北市的，他们都插不了嘴因为县市议员还权力没有到，因为这是党中央的决定。那党中央只剩下一个宝嘛，林富南讲的剩下那个宝，那个宝还不敢坐 C 位。那坐在旁边，因为那个宝要很小心自己的进退，就是过分也不行，稍微退缩也不行，因为草都在看，草要不要变葱，就完全靠那个长桃的表现所以大家都为难嘛。但是这种大家都为难的局面，不会维持的很久。其实答案都快要揭晓了啦，12月可能一定会，我想一定很快就侦结了，然后要起诉就起诉。现在也说他12月会处理。对，他会处理来。我是一直觉得，在稍早的时候我也讲过，我觉得柯文哲应该要主动的辞掉民众党党主席，因为呢，不管怎么样他未来的起诉书的内容或什么，然后一审的判决是什么，我觉得在这次的案子里面呢，柯文哲的人设其实已经毁坏了那他的差别只在于是说，未来检方在起诉书里面。对于他所谓的收贿的那个到底掌握的有多少？如果搞来搞去就是这个1500就是1500万，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1500这个数字，它跟金华城的关联还没有勾连起来就说检方如果当然啦，如果说检方连这个都做不到，那柯文哲没事了，柯文哲就满血复活了。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当我们看到柯文哲什么钱都拿这个什么300万、50万陈银柱什么钱都拿的时候呢，他跟他自己原来所设定的在小草们心目中呢累积起来那个形象呢，其实是完全崩解了。那为了民众党好，我觉得他可以在出来的时候，因为检方起诉了以后，总是要把它放出来嘛虽然说像周典论他是已经到了一审快要宣判之前才被放出来，但无论如何他总是要出来的。他在出来的时候呢，他可以有一番很好的说辞，那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在政治上面呢做一个态度上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今天虽然辞了民众党党主席。但是呢，我对于台湾的这种第三势力、第三党的发展呢，依然充满着信心。然后我们这一次呢，看到检调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各种各样的政治上面的司法的手段来罗织我罪名的时候，我感觉到
第三势力在台湾的发展的这条路呢是倍感艰辛的。但是呢，我今天辞掉这个，就是要用我的这种态度来去证明说，我不要以这个民众党党主席的这个金钟罩，好像来护卫着我未来去面对这个官司。我要以一种清白之身来做司法最坚实的这个抗战嘛。而民众党的未来就由交给民众党的人继续走下去啊。我觉得这样子呢，对柯文哲来讲，他或许会在这个政治上面呢取得另外一个空间，而不是你现在就搭着民众党的这个党主席的这样子的护身符。因为无论如何有民众党党主席的身份，在未来审判的过程之中的时候，对于柯文哲本身来讲是有比较大的政治操作空间，这是明摆着事实。是啊，赶快把这一段话写下来，郑玉写下来，然后交给这个柯文哲，让他参考。以后赶快回去写一篇稿，交给珍妮回去修改。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写的太坏就不要用。好，我们看到民进党今天又假动了，并且夜排立法院为的是要阻挡表决什么呢？选罢法，这是蓝营提出来的法案。不过在最后一刻，我们看到蓝营说，我暂时不闯关。而另外呢，吴思瑶讲说，我们51个人，51战队会奋战到最后他们很关切这个选罢法的协商包括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国民党的立院党团就喊出来说你民进党不用担心呐林思明讲的联署加严，我们今天不处理，因为主要是要把这个联署罢免法这件事情，要把譬如说身份证各种的条件你要更严谨不要变成恶霸这个是大约是来自在野党的一个说法那今天不拼三读，那什么时候要做呢？林思明就讲了，适当的时机会处理。不过我们看到今天在议场一样吵吵闹闹，包括你看到李博毅不是你，另外一个李博毅，对，他说他在现场抗议，他抗议谁？他说韩国瑜啊，你韩国瑜夹院报复，你挟院报复，你要让这个选罢法更严格，是不是因为你被罢免了？有人讲，我们来看看。好，你刚刚看到是庄瑞雄他在立法院的大院敲桌子说没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哪种事？其实主要是因为郭智辉引起了他的财产申报的争议嘛，那国民党准备要提一个所谓的这个郭智辉的相关的调查委员会嘛，那民进党当然反对嘛，那黄国昌也提一个说那个国发基金的那个调查委员会，民进党也反对嘛，那你知道民进党向来反对他们是用人海战术嘛，就登记了很多人来发言嘛，可是登记很多人发言之后，你就延宕议程嘛，所以中间国民党就提停止讨论动议，这是合乎议事规则的大概发言5个人左右就提停止讨论动议。其实第6个是我，第7个是庄瑞雄，然后庄瑞雄就很生气，他说我有登记为什么不让发？他就上去敲那个桌子但是今天其实真正关键在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停止讨论，要开始去进行讨论的进度？因为今天民进党的那个策略是这样。他就一直延宕你，但延宕你不是延宕所谓的那个郭智辉那个委员会因为他知道这个他挡不了他延宕什么？他延宕学生辅导法，很特别因为他一开始就说我们变更议程把学生辅导法的那个议程是往后的时候，他说会让学生辅导法没有办法审，可是没有，只要他今天不吵闹，其实按照今天整天的流程，他是可以审到。但民进党就很有趣，他就一直在吵说你变更议程。他一直吵一整天，吵你变更议程，然后吵一整天，就是这个做所谓的延宕发言，然后最后他要得到一个结果。你看今天学生辅导法没有办法3读通过，他要的，但是其实是因为他一直拖延，造成学生辅导法没办法3读通过。但他这不是民进党要的法案吗？学生辅导法，他就是要制造一个结果，今天没有3读嘛，然后就回头说是因为你们害的嘛。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案子，今天案子很简单，所以你只要不要吵今天什么程序的问题，不吵他的话，你不延宕发言，不人海战术，就会可以进到3读，因为那没有争议嘛，没有争议。对啊，那选罢法是怎么回事？选罢法我跟各位说一下，选罢法其实有2个案子在跑了
第一个案子就是关于所谓的那个联署的那个附身份证的这个部分，这部分蓝白是有共识的。基本上，如果说今天要开始排案表决的话，那民进党他是这个他也反对，所以他今天备战是为了这个所谓的联署门槛的联署身份证来备战。好，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没有那么急啊，因为我们跟那个民众党这一部分是有共识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我们要过。我们有决心就过，基本上你挡了1次，你挡不了2次，挡不了3次嘛。那你爱去晚上去排队，你就去排你的队啊。你排完队之后，我们就讲，那我不急的，因为我没有急嘛，我不急的今天处理啊。那我们下次来你再去排队，我也不急的下次处理啊。我就让你一直去排队啊，你看你要排到什么时候？那另外一个案子是关于所谓的那个我们讲的是多一票，就是说你的罢免的那个罢免的同意票必须大于这个被罢免他参选时候票数要多他1票。那这部分跟民众党目前还没有共识，所以这2件事情其实是一起在沟通的状态当中。是，来大佬你怎么看？今天立法院，我觉得从上个会期到这个会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演戏，都在演戏，连你都看不懂了，那何况大部分的人民更看不懂。这个就是一个少数党执政的衍生的必然的后果。像选罢法来讲好了，选罢法这个民进党因为少数执政，他对事情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们通过了，我怎么办呢？请大法官来解释。那林作水就拼命骂大法官，他错了。大法官既然当大法官，就要遵守宪法嘛。所以林作水该骂的是宪法跟总统，但是林作水不敢骂总统啊，宪法已经骂得超生啊。所以那这个是事的部分，那人的部分呢，就是准备要发动大规模的罢免案，让扭转这个朝大野小的形势嘛。所以民进党老大不愿意去修改这个选罢法，对他们不利嘛。但国民党党团分成2派啊，现在有人去说要提高门槛啊，有人就是说要把这个联署加严啊。那但是呢，这个民进党的论述已经成功到说，就是没路用啦。惊啦！所以他提高这反罢免未行，剥夺人民罢免的权利啊！公开讲多少？所以呢，这个他论述部分成功，这国民党就开始觉得，这个对我拼命去推也不见得好啊。所以大家都气死，弄卖了去啊！所以就让他不了了之啊，反正玩一玩就算了。是来乃菁，我觉得今天的这些案子都没有那个要成。都没有太急迫性我觉得应该赶快成立那个谢宜容的事件的调查委员会。他先排程序委员会。那我觉得这个比较急迫，因为呢不能够让这整个案件在这个谢宜容道歉好，然后赖清德呢又在道歉了之后，然后就销声匿迹下去了。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主要的是要把整个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有谁在这中间呢去层层的包庇，要把这件事情呢查清楚、讲明白。我觉得对于谢妈妈呢才能够交代，对于所有的劳工的群众呢才能有所交代。是，这也是现在民众最关心的。如果你去看各个网络的这个点阅率谢宜容事件就是劳动部的这个事件是民众最关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年我们当民代都知道，2年就选举一次。那其实大家呢备战选举的过程之中，还有时间在搞罢免嘛？那么也看到大家可能会预期说，会明年有罢免潮，可我目前看起来也没有这样子的氛围了。在没有这样的氛围之下，我们知道说，罢免其实需要一定的社会的力量的动员的能量，还必须能够让罢免从1阶段到2阶段都通过，这是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在目前这种状况之下，还要来把它修加严嘛，然后还要让它变得门槛更加的复杂嘛？那真的是在剥夺人民的罢免权。我希望国民党真的可以好好想清楚。我们可以看到乐见看到今天没有3读，我们希望国民党可以继续来想清楚。孟樺，我请教一下，所以现在民进党是没有打算要做这个所谓扭转朝小野大这个事情吗？没有要发动罢免？我觉得罢免并没有这么的简单。我们可以看到，你要明年说真的提案，可我们知道2026年选举又快到了，在整个时程上，我觉得变得非常的混乱。我相信目前应该是没有这样子的规划。以我自己来说，被谢国良笑疯了。谢国良笑疯了因为他没有被罢免成功嘛。不是我要讲。选罢法的修法跟民生议题跟霸凌问题比较起来，有急迫性吗？没有，几乎没有急迫性。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包括绿营立委被要求假动，甚至晚上就去一场排队阻挡相关表决，只有一个想法跟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转移现在民党执政不利的风向啦，然后利用这个机会让民团可以出来重新号召
蓝白啊，就说小心啦，你们不要这样做了，要不然青鸟又要再飞出来了。李博义，那你们干嘛没有办法鼓动30万人，充满凯达格兰大广场，红皱秋事件，黑旗白旗都写一个调，写一个追悼的悼，其实有人在呼吁这个部分，我请强哥多努力啊。对，这个你民进党才没错，你们做不来嘛。没错，所以这的确是我们蓝营需要去加强的。但是很明显的，民党包括绿营这回这么的针对选罢法，就是希望利用政治的方向，利用政治的语言来扭转现在霸凌，包括很多对于绿营不利的风向。但是这些东西，我老实讲，都是政治操作，对于民生其实真的没有帮助。选罢法修不修没有问题，立法院投票决定。包括蓝营的想法跟白营的想法一不一样，都可以来讨论。但问题是，真的拜托民进党不要把立法院当作作秀的场合，不要把人民的利益当作选举的筹码。我觉得这才是最悲哀的地方。博义，我请教一下，刚刚这个大佬问的问题也是我想问的哦，因为现在社会上的确很多人都在呼吁，也不是呼吁啦，都在说比较这一次的谢宜容案件跟上一次的洪孟秋事件，大家还记得吗？在军中被霸凌死亡的那一位洪仲秋先生，对，为什么不齐聚这样子的一个力量上街头啊？你们有做这样的讨论吗？我老实说，这个部分我们在地方的党团有讨论过。那但是对于地方而言，他的意见有呈报到中央去。那中央后来会不会有后续的这些动作？老实讲，我们是期待的。你赞成？我当然赞成，因为很多的问题，老实讲，大家我们政治人物讲是没有用的，必须要靠人民的声音。然后让大家的声音能够被更多人听到，才能够让某一些事情做出真的改变。我插一句啦，民进党这一次灭火的快，你觉得那个火烧不起来哦？对，你灭火的快。首先我跟大家讲民进党废死霸凌我很不客气的讲该死的都不用死然后不该死的死可是现在你要去看社会的民众的那个怒气是在堆叠当中，我觉得下礼拜3就有双街头活动就是那个反废死那你说今天反霸凌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民众的那个情绪还在酝酿当中，它不是一个政党引导了，它今天是人民的情绪，然后政党有责任怎么去跟他们站在一起，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东西。我觉得以地方民代的立场呢，我认为现在这个案子是在不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了。那其实我觉得在这边要呼吁，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你们要小心，现阶段你们的争执会造成一个错觉，就是民进党是为了发动罢免而去干扰了这个修正案，那国民党呢是怕被罢免而去提。